你知道嗎？亞洲第一個現代共和國竟然是中國人建立的，那就是成立於乾隆年間並存續110年的南方共和國。他曾經多次要求加入中國領土。李光耀的祖先也是羅芳伯的人。我們來到了曾經中國人在海外建立的第一個國家——南方共和國。很多人會以為華人在海外建立的第一個國家是新加坡，實際上200多年前，一位來自廣東梅州的客家人羅芳伯漂洋過海來到世界第3大島婆羅洲島，在這裡發展勢力，最終建成了華人在海外的第一個共和國——南方大總制，史稱南方共和國。這個國家建立於1777年，和美國建國時間幾乎相同。最特別的是它的體制——共和制。這群華人放棄了世襲王權，建立起一套民選推薦、眾議治國、全民共治的完整國家體系。很多人說南方只是一個公司，實際上南方有自己的軍隊、常規部隊幾萬人。他們也有自己的首都、年號、官印、國旗，甚至有自己的貨幣和完整的行政、司法、軍隊體系。巔峰時期，南方共和国控制的总面積約為50萬平方公里，总人口300萬。它讓百萬華人在海外安居樂業100多年。歷史上，南方曾多次和清政府聯繫，想要併入中國版圖，但清政府以天朝棄民、自棄文化的理由予以拒絕。沒有母國的庇護，最終在1884年存立108年後，南方共和國被荷蘭殖民者滅亡。為了實地探訪南方共和國的遺跡和後人，我們陸路穿越馬來西亞和印尼邊境，來到南方曾經的首都東岸綠，拜謁羅芳伯墓，也到了南方曾經的議事中心淡水港。這裡不光是重要的行政中心，也曾經是南方的祭祀中心。已經存在300年的南方公馆，就是南方为數不多的存在過的證據。在這裡，我們甚至遇到了南方共和國的後人，他們守護南方公館已經10幾代人。在南方共和國覆滅150年後，他們仍舊在這裡祭祀國家建立者羅芳伯。原來這是南方國的後裔啊！每逢重大節日，南方的後人們都會從附近的城市趕到這裡來紀念他們的先祖。回程時，我們甚至找到了南方共和國港口的石碑。經過300年的風吹日曬雨淋，這座石碑上已經看不清一點文字，但它立在那邊，就是在向世人訴說着這個華人共和國的偉大。200多年後，南方已經消失在歷史的迷霧中，甚至曾經南方共和國的華人後代已經基本不會講華語。但南方所代表的那種華人在海外自強奮鬥的精神，永遠是一座豐碑，激勵着全球每一個華人。今天和狒狒文濤一起走進南方共和國的遺跡，追溯這段被塵封的華人傳奇。大家好，我是狒狒，我們正在背包環遊東南亞。今天我們來到了一個新的國家——印度尼西亞。這裡是我們在印尼旅行的第一站，西加里曼丹省的省会，赤道之城坤甸。坤甸这個城市可不一般，它不僅僅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被赤道穿過的城市，也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南方共和國的首都所在地。那最特別之處在於這個南方共和國的創建者竟然是一位中國人，並且呢，這位創立者他畢生最大的心願就是能夠併入中國的領土。那今天這個視頻呢，我們就帶大家一起尋找當年這裡南方共和國的歷史遺跡，了解這個亞洲第一共和國的前世今生。那我們今天的南方尋跡之旅就正式開始了。我們今天選擇的是包車出行因為我們要去的幾個地方距離坤甸市區都比較遠，大概有100公里左右。那我們今天的這位包車師傅就是上次我們從古晉到坤甸的那個大巴上認識的印尼華人妹妹給我們介紹的。包車的費用一天8個小時是80萬印尼盾，差不多相當於360多人民幣。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Fig. What's your name? Iwan. Have you worked in Hong Kong? Yes. Oh, how many years in Hong Kong? 4 years. 4 years. Oh, long time. Because Hong Kong is a different language. Hong Kong use Cantonese. Here in Pontianak, also lots of Cantonese, right? Cantonese also. And Hakka. Hakka, yeah. Teochew. Can you speak Cantonese? Little. Hakka. Hakka. Mandarin is a 我. Cantonese 我. Ni. Cantonese 你. Hakka 你. 我愛. 師傅好厲害。我們現在過這個橋呢，就是坤甸這邊非常有名的河卡帕斯河上一個非常重要的大橋。這個橋連接了坤甸的兩邊。這個河也是印度尼西亞的第一大河，第一長河。200多年前，羅芳伯和不少廣東客家人就是從這個河口登陸加里曼丹島，而後在淡水和東岸綠形成勢力，並最終建立南方共和國。我們今天要前往的第一站是距離
於坤甸市區45公里之外的蘭芳公館，那裡曾經是蘭芳共和國的行政中心。要想了解蘭芳共和國，必須首先了解一個人，那就是蘭芳共和國的創建者，叫羅芳伯。羅芳伯呢，他是廣東梅縣人啊，出生於公元1738年，也就是乾隆3年的時候。那羅芳伯這個人呢，從小就學文習武，在他很年輕的時候就考中了秀才。後來呢，他也參加了很多次的這個科舉考試，但是都沒有成功。於是他慢慢的就心灰意冷，所以他乃懷壯遊之志啊，在他35歲那年，也就是公元1772年啊，乾隆37年，羅芳伯呢就聯合其他的一些客家青年一起從廣東出發，漂洋過海來到了現在的婆羅洲島，也就是加里曼丹島。當時啊，已經有很多的華人下南洋謀生了，有些是因為戰亂和天災，有些是不服滿清的統治。下南洋的華人以廣東和福建人為主，也稱為過番。那當時的史書有記載啊，說闽越人稠地狹，田園不足以耕，望海謀生。當時已經在這裡的華人，有的在農村種植水稻、椰子、胡椒，有一些呢是在礦區採礦，生存的環境普遍比較惡劣。那羅芳伯呢，他剛剛到坤甸的時候啊，是以教書為主。後來他慢慢就發現了當地的華人生活非常的艱苦，缺衣少吃，居无定所。於是呢，他就慢慢的帶領華人一起去開發金礦，因為坤甸這裡盛產黃金。在解決了溫飽問題之後呢，羅芳伯又開始處理島上的安全問題。當時呢，在婆羅洲島這裡啊，還沒有形成大的國家，土匪和海盜橫行，當地的治安非常差。羅芳伯呢，先是團結當地華人，組織了同鄉會，後來又聯合婆羅洲這裡的蘇丹一起整治海盜和土匪。那慢慢他的聲望就如日中天。當時羅芳伯率領的部隊啊，人數是超過了3萬人。那到了1776年啊，羅芳伯就成立了蘭芳公司，這是一個類似於東印度公司那樣帶有一些政治色彩的組織。那到了第2年，也就是1777年，蘭芳公司改為蘭芳大統治共和國，羅芳伯擔任第1任國家元首，當時叫做大統治或者叫大唐總長。那當地人呢，也把羅芳伯稱為坤甸王。在羅芳伯的帶領下啊，蘭芳共和國在鼎盛時期，它的疆域面積超過了70萬平方公里，相當於20個台灣島，人口呢接近400萬，可以說呢，在當時的東南亞是盛極一時的。This is near the sea. Yeah. And also people here fishing. Fishing. 這麼偏的地方居然有奔馳，梅賽德斯奔馳，厲害了。Mandor is a Yes. mining area, Yes, gold area. yes, lots of mining. Yeah. So the king is Lo Phong Po. Lo They Phong Po. they call Kong Si. 蘭芳公司，公司蘭芳 company。哎 Yes。因为我们在这邊一直在聊蘭芳啊，司機估計聽到了，就說啊，我們要去的地方曼多爾，就是以前有很多的客家人在那邊採礦。They come here. 200 years ago. Yeah, 300 maybe. 300. Yes. Hakka and Teochew. Hakka area, Singkawang City, Teochew area, Pontianak, Mandor here. Singapore many Chinese, right? We call it Chinese town, Chinese. like in Hong Kong. Like many Hong Kong. many temple here. 到了，这里就是蘭芳共和國曾經的行政中心蘭芳公館了。現在呢，這個蘭芳公館位於一個小村子裡面。剛才呢，我們的司機大哥跟我們說啊，曾經的 Big Company, Big Republic 現在變成了一個 Small Village。以前的大公司、大國家，現在成了一個小農村了。剛過來的時候啊，就走到這條路啊。然後兩邊有很多那個華人的房屋啊，因為外面是貼着對聯，掛着紅燈籠的。然後這裡居住的人呢，我看了一下，大概有接近1半吧，好像都是華人。從這個房屋外面的裝飾就能看出來。滄海桑田，感覺很多華人大叔也變成了信仰穆斯林的一些當地人了，融入當地了已經。現在其實蘭芳公館這裡留的東西不多了，除了那2間這個廟宇之外啊，就是門口這裡有一個旗杆。這個旗杆的歷史是比較久的哈，當時呢在蘭芳共和國存續期間呢，也是有自己的國旗的。那當年呢，這個旗杆就升起過蘭芳共和國的國旗。不過呢，在蘭芳共和國滅亡之後呢，它的國旗呀、還有國璽、還有印章以及一些文獻資料都被荷蘭殖民者先是從這裡帶到了雅加達，後來又從雅加達運回了荷蘭。現在據說是存放在荷蘭的一家大學的圖書館裡。現在這裡的確是沒有留下太多的史料了，也就是一些建築和這些
拆不走的旗杆而已。也很可惜啊，当时有很多的这种文字的记载，还有一些国家的这个象征性的玉玺啊，什么都没有了。对。然后这个地方现在感觉是当地人烧香拜佛的一个地儿啊，对，祈福的一个地儿。对，所以这里的华人还是很多的啊。你看这个兰芳公馆啊，这里的这个香火还是很旺的。大家看那个旗杆下面有一个放这种香和蜡烛的地方啊，对，还是很多的。天官赐福那边是招财进宝，那这边呢就是兰芳公馆。这个地方住的印尼华人很多都和当地融合在一起了。是，你看这里呢，这兰芳公馆其實代表的是他們的血緣血脈，然後對面呢就是一座清真寺，其實有很多已經融入當地了。對，這裡就是蘭芳公館的正門了啊，看上面有4個漢字兒，蘭芳公館。大家可能感覺不到啊，就看我們前段時間新加坡啊、馬來西亞的視頻，可能覺得哦，這些國家有漢字是太正常不過的了。但是在印尼不一樣，因為印尼呢有一些歷史原因吧，所以這裡現在保留的這個中文字是非常非常少的啊。我們在這裡能看到這麼中式的廟宇，這麼多漢字兒，很難得的。並且呢，我們旁邊不知道是誰家還是哪個店鋪，一直在放這個女兒情，對，女兒國就《西遊記》女兒國裡面那個插曲。對。悄悄問聖僧，女兒美不美？所以感覺這邊當地的華人啊，雖然說中文的已經不多了，還有一些很多華人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哈。好像是旁邊在放那個音樂。只願天長地久。我覺得在這樣一個這種古建築裡啊，然後中式的古建築啊，聽到這首歌感覺好應景啊。前面就是蘭芳公館的主殿了，其實這裡現在留下來的建築真的非常的小。它就是一個兩進的院子，這裡算是第一進，然後這裡是第二進。在兩進院子中間呢，是有一個這樣的小的池塘啊，水池，然後裡面還有魚，我看到。在這個池塘上面呢，行人需要通過這樣一個很簡易的木橋。我們快進到這個主殿了，這邊現在幾乎沒有什麼人了，只有當地一個小朋友在這邊玩。但是呢，這邊哈是每當逢年過節的時候是非常有人氣的，因為很多附近的蘭芳共和國的後裔們都會到這邊來祭拜羅芳伯。進來的時候感覺一種很肅穆的氣氛。是。正中間寫着4個大字“浩氣長存”，然後呢，下面掛的是羅公方伯的遺像。兩邊的這個對聯啊，寫的也很好，感覺是那種藏頭的。你看，上聯是“方以鋼鐵意志為萬民創造輝”，下面看不見，應該是輝煌吧。然後呢，下聯是“伯用鮮紅熱血承千載功勳榮”。還有個字也看不到。這裡有2張羅公方伯的遺像，哇，這個長相，因為羅芳伯呢自幼是習武之人啊。那句話怎麼說來着？虎頭雁行，長耳方口。這兩邊好像是龍和鳳啊，左邊是鳳，右邊是龍。而且我發現這裡很講究啊，你看它這個龍是4爪的，因為當時啊在清朝，在整個的中國封建時期吧，好像除了中原王朝可以用5爪的龍之外，這些海外的像附屬國呀，只能用4爪的。這裡還是很注意這些細節的，因為當時呢，羅芳伯是一心想加入清朝的這個版圖的嘛，對，所以他在外面呢也一直用的是這種4爪龍。然後這裡還有好幾座關公像啊，真的是有華人地方就有關公。這裡還有一張羅公方伯之遺像，我這個左右兩邊寫的也很好啊，右邊是破浪南來，一聲威震傳海國，這邊是開拓東江，千秋義氣作山河。後面這一塊就有一些當地人做祈福用的吧？為什麼這邊有很多做祈福用的東西呢？因為羅芳伯在當地已經不算是一個人物了，他已經變成了當地一種信仰，或者說一種神靈一樣的，和南海觀音還有關公並列而尊的。大家看啊，羅芳伯穿的就是這種傳統的中式長袍馬褂。那當時呢，蘭芳共和國它的官服就是長袍馬褂，也有一部分西服。那它的這個禮服就是中國的這種各式的漢服。還有呢，蘭芳共和國它的軍服是當時清朝陸營軍的服裝。There are some words I think is donation, right? Is donation maybe by the local Chinese? Donated this the temple. Temple. Yeah. Oh, lots of donation. In the Chinese New Year, they will have some celebration here, right? Yeah. Okay. Big celebration. 從這個名字可以看出來啊，你看這裡， From Chinese. 這位應該姓林。對。
林卡春。哦，從名字真的可以看到，这個姓劉，這個就是羅芳伯的伯也是這個坡，對，所以它後面應該也是這個伯。這個不只有坤甸的當地人，還有很多南方共和國他們的後裔啊，在這邊捐款。我現在才知道了，原來印尼的華人現在名字都是這樣寫的啊，對，沒有漢字了。對。濤哥，你說對了，你看這裡就有羅家後人，姓羅的羅來昌。對，其實你知道嗎？他們當時很不容易啊，因為印尼歷史上2次排華嘛，尤其是65年的時候，他們很多人啊都不敢叫自己原來的姓名啊，還有這麼多人記着這樣一個共和國哈，真的不容易。其實，在當時哈，南方共和國已經是一個非常成熟的國家了。有自己的軍隊、自己的財政稅收、自己發行貨幣。那在國家管理上呢，南方共和國是參考了當時一些西方國家的體制，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行政、立法、司法的體系。同時呢，又保留了很多自己的特點。比如呢，在軍事上哈，南方共和國是設立這個國防部的，不過呢，卻沒有常規的軍隊，而是全民皆兵。大家在不打仗的時候呢，分散在各地從事生產，安居樂業；在有外敵入侵的時候，就聚集在一起，共同抵禦外敌。那在政治方面呢，南方共和國實行的是選舉和禅讓相結合的制度。上任領導人在去世前或者說卸任前啊，他會推薦下任領導的人選，那大家會投票來決定這個人能否最終當選。這樣呢，既保證了權力的順利讓渡，也充分的考慮到民意。在經濟方面呢，礦產由國家組織的公司來統一經營，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國企。那稅收方面呢，種地的、做生意的，還有開礦的，都要向國家交稅。在教育方面呢，南方共和國推行的是漢文教育，聘請中國的儒士教學，堅持中國傳統文化。在南方共和國啊，學生必須要會背誦羅芳伯訓誡，裡面有一句話說：“雖居異域，勿忘炎黃；雖處蠻邦，當守周禮。”那在司法方面呢，是嚴格法治，對各種違法行為嚴厲懲處。比如說呢，在這裡啊，打架鬥毆是要被抽藤條的，就跟現在的鞭刑差不多。通過這一系列的舉措啊，南方共和國不斷壯大，版圖擴展到了整個婆羅洲。像現在的坤甸、山口洋還有東岸綠這裡，都是從荒涼之地一躍變成了富庶之地。你好，上香香。Can you speak Chinese? English? No, no. 好，我們找大哥翻譯一下啊。我想在這裡買一炷香，上一下香。啊，叔叔您好。好。您是華人嗎？一個湯啊。哦，我想在這裡上香。可以。哦，上香啊。啊，哎，上香。上香。這大哥看長相，你是華人哦。對。這三樣沒改的。大哥說隨意捐款都可以的。哦。這三個是不會的。這個華人大叔已經不會中文了。這一束香呢是5萬印尼盾。這個價格可能看起來稍微貴一點，但它主要是一個捐贈性質的。對，因為這個羅芳公館呢，它的修繕啊也是需要資金的嘛，主要就是靠附近的華人捐錢。那我們作為遊客，尤其是作為中國人來到這裡之後，對，也是略表心意。對，緬懷前輩。He's a people from 南方。It's a servant. 他們在說客家話嗎？He's father, grandfather's servant of. Servant of 南方。Yeah. Of 羅芳伯。羅芳伯 servant. 啊 ，really? Under he. 哦，酷！原來這是南方國的後裔啊。對，太酷了。哇 ，Uncle, good, good, very good. Cool. Very long history. 所以这个叔叔家哈，他們就很多代人在這邊都供奉着南方伯了。然後這個叔叔家其實就住在南方公館的隔壁那個小房子裡，對。然後這裡有人上香或者捐贈，然後叔叔他們現在等於是南方公館的管理人員吧，對，算是。因為最早的時候，叔叔的最早那個祖輩哈，在南方共和國的是羅芳伯的手下的人，就是親近的侍衛，親信。看到這個大叔啊，瞬間能感受到這種幾百年的歷史啊。對，你就感覺很多畫面在你腦子中唰唰唰一直在回放，然後再配上這種黑白的羅芳伯的照片啊，你就會想到那個年代的很多很多畫面。大叔在幫狒狒點香，因為這香比較厚嘛哈。How to use it？ 我們很少進寺廟，所以不太懂。It's very complicated. In tradition China, it's very complicated. Yeah, I think the rules here are same to China. You mean this made in China? Made in China. 啊，果然啊。對，中國製造的。For the Chinese, what do they do for living? Fishing. Fishing. Farmer. What do they farm? Some rice? Rice, coconut tree. Coconut tree. So this is a part-time job. Yeah, 200, 300 years.
no brick. Oh, very special wood. Special wood. Oh, Special. I think in Pontianak there is some solid wood. Yeah. 哦，就是坤甸木。嗯，这坤甸这边这个名字哈，就在中国有名，因为它产坤甸木。 500 years, no brick. 哦，no breaking， 500年都不会坏，是500年不腐。就感觉跟我们在缅甸见那种柚木差不多。 300 years，这些地板也都300年了呀。 Get it? 哇，very tough， Yes. very hard。这个啊，嗯，叔叔好。你是这里的人吗？对呀，您祖先从中国来，华侨啊，印尼华侨。对呀，嗯，大哥，你们都是南方共和国的后代吗？对，您的华语哪里学的？有一点点。我去跟台湾过了就差不多2年了。这个 temple 是300年了。对呀，差不多了。哦，差不多300了。过年的时候人很多吗？对呀，很多人啊。啊，多呢。哦这个过年，这个印尼华侨，这个过年。哦，印尼华侨都来这儿。对。谢谢谢谢。罗公方伯千古，我们从中国来看您，很特别的经历啊。对，尤其最后上香的时候，瞬间感觉自己穿越回了300年前的南方共和国。而且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在异国他乡那种突然的血脉觉醒。南方公馆的旁边，这边应该都是华人啊，上面有写出入平安。感觉现在这边啊，除了一些印尼人呢，还有华人，大家是在这边混居的，就是一个普通的东南亚的小村庄，铁皮搭的棚子，小卖铺。我们又上车继续出发了，下一站我们将前往南方共和国曾经的首都东万律，现在叫曼多尔，车程呢大概是1个小时，52公里。我们请大哥吃个饭啊，因为大哥是穆斯林，所以让他选的地方。我刚看大哥是先拿了一盘，盛点米饭，然后给你挑菜了。自己挑菜。对，自己挑菜。哦，我看看都有啥。这个好像是豆芽菜 ，Thank you。好像自己打菜哈，按块收费还是咋整啊？应该没事的，反正我们有本地人，这边还有面，我看大哥打了点面。哦，还可以打面啊？还有沙爹。那我打多打少咋计费呀？不知道，我们点好菜了，我也点了点哈，点了个鸡腿儿，还点了个豆芽，跟氛围一样，爱吃青菜。这是沙爹。对，还有2个沙爹串儿。哦。这边点菜挺好玩的哈，就点一个人算一个价格，然后写在这个小纸条上。这是多少钱？65加35，65是你和大哥的价格，我不是最后点的吗？啊，你的3万5。对。我们加一起是，10万，好像加饮料一共是11万多。对，11万或者10万1000吧，大概这个价格。就50块钱。随意给你估价的，就按他那种行情好给你估价的，没有具体的价格。看一下我的，我这个是2块，好像是咖喱鸡。然后这个是小虾炒的像豆腐干，对，这个是蔬菜，然后这个是精髓啊，它这边的辣酱真的好好吃啊。我们这大哥很厉害了，老婆是华人，廣東人在香港，对，現在大哥的老婆孩子都在香港，是的，老婆在香港工作，還是在香港讀中學，好像15歲吧，對。然後大哥說他的老婆因為嫁給了他，現在也是穆斯林了。我們現在在去往東萬律的路上啊，這條路況不算特別好啊，它是那種鄉間小道。對。剛剛我們司機大哥跟我們說啊，當年這個羅芳伯從坤甸去東萬律的時候，他們走的是水路，當時還沒有這條路。那這條路是後來日本人修的。大家有沒有覺得東萬律這3個字有些熟悉？比較了解東南亞歷史或者說對二戰史有研究的朋友應該都聽過東萬律慘案啊。這個是當年呢日本佔領印尼期間在這裡製造的一起屠殺平民的慘案，發生在1944年的6月28日。當時呢日本侵略者在這裡是屠殺了超過2萬名平民。此時此刻呢，我們的車已經進入到山區了。Japanese military office。這是日本殖民時期的行政。About 2,000 Chinese people, local people killed in. Here, yeah. 這就是那個萬人冢啊。對。旁邊就是羅芳伯過來的走的水路，這裡的河流很發達，水系很密集的。Gold mine。大哥說所有這個地方啊，全部都是金礦啊。但是現在感覺沒有很多大企業，可能是採完了吧。而且我觀察了一下，好像沒看到那個華人的家庭，也沒看到有那種對聯和紅燈籠。華人感覺還是主要住在大城市啊，像山口洋啊、坤甸啊，坤甸是有30%。然後山口洋60%都是華人，對，區別就是山口洋那裡以客家人為主，然後坤甸呢以潮汕人為主。mining gold， Chinese language better。大哥說中國人管這邊叫金山。Old house。Chinese old house。那個長相是華人沒錯了，對，但是一句華語也不會講。
這個就是我們到印尼之後感覺最深的一点印象。最可惜的一个事情。现在开上了一条乡间小道啊，这条路会车的会不开，只能让一辆车开过。然后两边有这个放暑假在家的小妹妹。最后的200米已经没有路了，我们把车停在路边啊。现在我们和司机大哥，我们3个人走这个小路进来，前面就是兰芳园的所在地了。虽然说这个地方是当年兰芳共和国的首都所在地，但现在呢，大家看起来已经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了。前面这个兰芳园呢，里面也只剩下墓地。为什么曾经罗芳伯选在这里？这边以前有非常多的金矿。当地人叫这里是金山啊，可想而知。然后我们刚才听到旁边有那种拖拉机还是钻机的声音哈。对，他跟我们说他们在挖金子 ，digging the gold。虽然它这里盛产黄金，不过感觉当地人的生活都不是很富裕。对，我们刚过来的时候，路上的房子呀什么也都挺旧的，矿产也是跟兰芳共和国时期一样是国家所有的。对，所以住在这里的人也没有享受到很多实际的利益。大哥在帮我们问，因为这实在是不好找。哦，我看到那个墓碑了。哦。Oh, here this way. OK， 本地的大姐带我们去。对，大姐还是光脚啊。哦，这真的是不好找。是 ，Thank you。Terima kasih。Terima kasih。Thank you。兰芳园啊，我们终于到了。哇，今天还有游客。你知道游客来自哪里吗？来自马来西亚。对，跟大家说一下呢，这辆车就是刚刚我们在那裡吃飯的時候碰到的。Hello， 我們來了。你們是翻牆過去的是吧？我們帶好了。要買票是嗎？不用。要翻牆。要捐款。哦，自己捐款。就是我們有拜拜，給3樓錢。OK， 好。他們是從馬來西亞古晉專門來這裡，這個羅芳伯公館還有這個蘭芳園來這裡參觀的。好像登記一下。這裡有個羅芳伯的畫像，然後上面呢還有一把刀啊。他這個牆上還掛了一把槍哎。司機大哥跟我們說，前面這個小伙子是這裡的管理人員，也是一位華人，但是也沒有辦法交流啊。前面就是剛剛我說的那幾位大馬華人。拜拜嗎？哦，上香，好啊。羅公方伯之墓啊。拜拜啊。拜羅公方伯，拜羅公方伯。7。其實這個數字啊，中國傳統文化裡面是很重要的，然後在這邊也同樣是很重要。所以感覺這邊跟中國的文化有很多的共通點啊，雖然經過幾百年，很多人不說中文了。對，但是文化還是共通的。哦，這就是羅芳伯的墓地哈。對，今天是大馬的、大陸的、台灣的，我們都是華人聚到這裡了。李光耀的祖先也是羅芳伯的人，羅芳公司裡面的組織的人。然後他跑新加坡，那時候給他們荷蘭兵戰敗嘛，就分散掉。留上邦一部分是15支、12支，跑去我們那邊沙拉瓦附近那個保護胡沙。12支都跑去那個退去那個英格里里了。應該你爸爸那邊是你的阿公啊，翁南雄啊，他們是12支的。我不知道，我們懷疑我們也是，因為我們300過來了。12支軍團的那個美斯洛29軍團吶。啊，我們去過。退了，戰敗老師退了。對。你們有去到過美斯洛看嗎？我們去過。長幫、瓦邦啊，都是國民黨的。對，就是當年內戰失敗之後，他們從雲南撤退到那邊。就是用人民幣了。對。信號都是用中國的了。啊，那個受教育普通話全部一定要往北方站。面對北方。對，我們有去過。退回去中國。那個段希文將軍的墓就是朝北方。對，往北方，往中國那個方向。對。哦，你也去過那裡啊？有，我到過美斯洛。他很熟大陸，他自己走的。哦。他很會走，他四處走。你今年多少歲？78歲，哇，好厲害！我們在蘭芳園這裡啊，碰到了幾位大馬華人，他們來自於沙撈越的古晉啊。姐，我剛聽您說，就是您的祖先。其實也有可能曾經是蘭芳共和國的一員。我祖先有3代，在離山口洋1個小時的地方，華語叫三發。有一個祖先就是翻山越嶺過馬來西亞的英吉里里，英吉里里那個地方。我爸爸也是懷疑我們跟蘭芳共和國應該是有關係，所以也想來看看。這裡就是羅公方伯的墓地了，後面是墓地，前面是墓碑。看一下這裡都寫了什麼啊？墓誌銘啊，這個墓地的位置其實之前呢就是蘭芳共和國的一個那種像議會廳一樣的位置，但是後來呢這裡被這個荷蘭殖民者給摧毀了，對，現在就只留下了
這個墓地。據說他們最後啊，摧毀這邊的時候也很慘烈，因為很多的人嘛退守到最後这個位置了，大家都在守。荷蘭把這邊攻克掉之後，把所有的城牆全部拆掉了，所以到這邊現在什麼遺跡都沒有。不過呢，它這個墓碑時間還是挺久的。大家看哈，在這個墓碑的背面，這裡寫了，這塊碑是在民國28年的時候，由東萬綠的華僑啊，全體華僑攻建的。距離現在差不多也將近100年了。羅芳伯生前最後的遺願就是能夠加入中国。事實上呢，在南方共和國110年的歷史中，曾經多次要求并入清朝的版图，但是都被清政府拒絕了。在南方共和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啊，罗芳伯就派人去北京覲見乾隆皇帝，并且請求成為清朝的藩屬國。但當時呢，清朝把南方共和國這裡歸為海盜和匪類，並沒有理會這個海外華人創建的國家。後來呢，羅芳伯在臨終之前啊，還交代他的國民，就說以後無論誰當總統，歸順大清之心絕不改變。那當時羅芳伯等人想歸順清朝，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想尋找一個強大的靠山。當時呢，東南亞這裡並不太平，荷蘭殖民者在1596年就已經入侵了印尼，並且不斷在這裡擴大版圖，不斷的侵占島嶼。那當時呢，他們也是對南方共和國這裡虎視眈眈，並且不斷的派兵來侵擾。羅芳伯等國家領導人就認為只有借助清朝的力量才能夠鎮得住荷蘭人。所以呢，後來儘管清朝拒絕了南方共和國稱藩的請求，但是卻同意和南方共和國開展貿易。那南方呢，就制造了假象對外宣稱自己已經是清朝的附屬國了。這一招還是很管用的因為當時的清朝正好是處於康乾盛世，那荷蘭就比較擔心，如果自己繼續入侵南方共和國，會引來清朝的反對，他們不得不停止對這裡的騷擾。那在當時呢，幾乎整個印尼都淪為荷蘭殖民地的情況下，南方共和國能獨善其身，在這裡存續了110年，可以說是一個奇蹟了。那南方共和國後來是怎麼滅亡的呢？同樣和清朝有關。到了晚清的時候呢，荷蘭人就意識到清朝已經衰弱，無力顧及南洋，於是呢，他們趁着1884年中法戰爭之機，入侵了南方共和國。當時呢，南方共和國一方面全力抵抗，另一方面呢，火速派人去北京請求清朝支援。但那個時候的清朝已經自顧不暇了，根本顧不上南方。得不到清朝的支持，自己的武器裝備又和荷蘭相差甚遠，南方共和國最終在1886年被荷蘭殖民者所滅亡。不過呢，由於害怕清朝做出反應，荷蘭當時並沒有對外公開宣稱已經滅亡了南方，而是另外立了一個傀儡，以便對這裡進行管理。一直到1912年清朝滅亡之後，荷蘭才正式宣布已經佔領了南方。剛才路過了一片地方那上面有很多的煙霧，是當地人在燒什麼東西？他們叫燒巴，就是把一些這個葉子燒掉之後呢，然後它會變成肥料，對，土地會更肥沃一些，以便於耕種。對，不僅僅是在這裡，在那個蘇門答臘島那裡也有。然後旁邊的國家就會比較遭殃，這個季節的空氣質量普遍不會太好，就跟北方冬天那個霧霾一樣，是的，什麼也看不清，全是煙霧。聽說在亞馬遜那邊，當地也有這種傳統，感覺他們都是同緯度的地方都有這種生活的習慣。就是熱帶雨林區嘛。对，主要2個國家，一個是印尼，一個就是巴西。It's Harbour, Yeah. Lo Fangbo. 本來以為今天行程已經結束了，我們大哥非常給力啊，但我們來到了羅芳伯最早在這邊建的港口，因為這邊也有一個廟紀念羅芳伯的。我們現在其實已經回到了坤甸市區，但大哥跟我們說再給你們加一個行程就是羅芳伯最早建立的一個就在坤甸市區。但這個坤甸的雨說來就來這會兒還挺大，下大雨了。因為羅芳伯最早的時候就是從坤甸這邊登陸的嘛，所以他們最早就在這邊建了一些港口做貿易。這會兒快打雷了，小 case。This one。我們已經到了羅芳伯在這邊建的第一個寺廟，裡面呢現在就是紀念羅芳伯的，在那邊有一個羅芳伯的畫像所以說羅芳伯他自己的這個軌跡也是有一些曲折的，先到坤甸，然後再到東萬綠，然後最後再建立的南方共和國到三巴那邊。這是羅芳伯的一個碑，南方共和國的碑It's very old. How old is this?
Maybe 300 years。哦，这就是南方共和国在这边不多的一个遗迹啊。这个碑应该已经300年的历史了。天哪 ！OK，let's go, brother。300-an tahun jatuh. Ada ratusan tahun. 300 years. Oh. Memang ini kan pelabuhan kawasan dia kan. This is Lopai Pak. Itu gerbang dia. Ya. Yang dua-duanya. Get in harbor. 啊 ，get in the harbor。哦，这边就是南方共和国当时从这边进入港口的，前面就是他们的码头。哦，300 years。Thank you, brother. Thank you so much. 这是南方的遗迹，已经过了300年，现在物是人非。看这个碑呢，也是经过了几百年岁月的侵蚀，已经残破不堪了。上面什么字儿也看不清楚，但是依稀知道这是南方共和国仅存的遗迹。暴雨滂沱啊，忽然就这么大的雨。Lopai Pak is a president. President, yes. He have harbor. He have. Yeah, temples, lots of buildings. Yeah, this is the harbor, right? This is Yeah, harbor. yeah. 就这个 ，But now nothing, right? Yeah. 所以这边就是以前南方共和国最初在这边建的一些东西了，但现在什么都没了。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巷子的居民区里，是，然后路呢也是坑坑洼洼的，对，但是谁能想到这里是罗芳伯建立的第一个公司据点。房子很旧是吧？太有历史感了，天哪！这些房子都是南方共和国曾经的遗迹，我们也听不懂什么意思，反正大哥意思就是说跟南方共和国有关了。再看我们更感兴趣哈，带我们看一 Can 眼。 imagine how big his Yeah, power. how big is his harbor. Yes, it's a harbor. And it's the best time, I think, country has 3 million people. Very big country, right? Big, very big country. Nampan Republic. Is this the biggest river in your country? Yeah, about 1,003 kilometers. 1300公里。在这边掉个头感覺要命呢。 Okay. It's a wonderful Thank you day. very much. You could count it. Oh, Check. no. Okay, thank you. 信任我们不用点了。哦，大哥今天也辛苦了，带我们玩了一整天啊。